还有对这个形势的这个分析，我收获非常大。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就是说除了我们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水平，那么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您刚才看到的画面啊，发生在美丽力学论坛上的一幕。这个美丽力学论坛是中国力学学会女科研工作者委员会主办的学术论坛。10月9号这一天，话说这个论坛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前面的这学术大拿的学术报告都做完了。然后呢，参加这个论坛的年轻学者啊，给这些大拿们提问。其中有一个人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啊，在申请科研基金的时候，除了要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以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话音未落，还没有人回答，就见画面中啊，就是这个画面中有一个女子就冲到了与会专家的一个画面中间，对着这个专家又亲又吻。这个专家啊，是我们力学界的大拿方岱宁，北理工的前副校长，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个袭击他的人啊，事后有人讲出来，叫李立明，是这个北理工的一个女博士后。这方岱宁院士啊，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他当时见到这个女博士后对他袭击的时候啊，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慌乱，他只是把脸扭向了一边。所以这个李立明博士后啊，没有袭击到他的嘴，只是亲到他的脸。紧接着，这方岱宁院士啊，就给这个李立明啊指了指，告诉他，正色告诉他，你看到了吗？我是在开会呢，我在开学术会议呢，还在直播呢。这李立明一看画面，哦，他才被这个现场的学术会议的这样一种气氛震慑住，连忙退出了这个画面。紧接着，这个紧接着方岱宁院士呢，倒也没有大发雷霆，就跟那个女的又讲了几句，还是比较和蔼的啊。然后呢，又摸了摸自己的头，接着参与这个学术会议。后面的这个学生的问答环节也没有受到影响。整个会场啊，这一幕大家都看到了。我看整个这个会场中间，大家也都表现得非常淡定，并没有人这个表现出非常吃惊。要说这个方岱宁院士确实，我觉得是不同凡响。为什么呢？要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直播啊，给大家做王局拍案，突然有一个女的过来到我这儿来又抱又亲，说实在的，我将心比心呐，我说句心里话，我肯定做不到方院士这么淡定。更何况我看了一下，那个女博士其实还是有几分姿色，长得挺好看的，是吧？那方院士其实面对这样一种女博士的袭击骚扰，是吧？坐怀不乱呐，临危不惧啊，确实表现出来了一个这个院士的高尚品德。要不说院士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呢，是吧？要说这两个人都有些来头。这方岱宁院士啊，早年呢是留学以色列，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搞的是叫破坏力学。这破坏力学其实是研究材料领域内啊，遭受外面的力量冲击之后，对这个结构影响的一些规律。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些重要产品的时候，可以反向设计，要防止这些产品遭受外力冲击的时候出现破坏性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大飞机啊、航母啊这些项目在设计的时候，都需要借助破坏力学的一些知识。这个方岱宁院士现在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飞机项目的咨询专家组的成员。方岱宁院士从以色列回来之后啊，就在清华做了老师，干到了09年，当上了教授。然后09年之后呢，他就转到了北大，在北大干了几年之后，在2013年评上了院士，还当上了他们北大的工学部的好像这个副院长吧。2015年的时候，他从北大跳槽到了北理工，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说实在的，北大呀院士太多，扎堆儿。院士虽然金贵，但是在北大有的时候就不那么都不是那么显现。但是北理工虽然是一个985的学校啊，那院士对北理工来说那还是非常金贵的。所以呢，这个方院士到了北理工之后，当了副校长，还当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我猜啊，是北理工把方院士从北大挖到了北理工。因为说实在的，对于像北理工这样的学校，多几个院士往这一镇，招生的时候那口气都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学生报考这个
你这个大学里头要看你有几个院士啊，所以一个院士可以带动的资源，外人一般是很难想象的。更何况这个院士来了之后啊，有很多国家的重大项目啊，他是跟着项目本人、跟着院士本人走的。所以到了这个地方，他其实不仅仅是挂一个名，他还可以把这个学科组带起来。所以方院士现在在这个北理工那是权倾一时的学术人物啊。这李立明就是一个无名小辈了啊。他这个人呢，原先是北京工业大学读的一个硕士和博士的连读，硕士就读了4年，应该来说啊，看起来成绩不是特别优秀。在北方工业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北京的高校实际上进不了当不了教职的，所以他毕业之后就上了一个航空研究所，在那里头做了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2021年，也就是去年啊，他到了北理工开始读博士后。按理说啊，这2个人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交集，因为这个李立明的导师啊，并不是方岱宁，李立明的导师呢是叫李莹。这李莹呢是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呢也是在北理工做了博士后，他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就是这个方岱宁。这个李莹毕业之后啊，就直接留在了北理工，而且现在已经是北理工的这个力学学院的副院长，升得非常快啊，年龄其实跟这个李立明相仿，2个人。所以李立明的导师其实是这个李莹，而李莹的导师才是这个方岱宁。话说啊，其实在学术上来讲，这个方岱宁啊是李莹的是李立明的祖师爷。那方岱宁今年呢是64岁，德高望重，而这李立明今年34岁，还是一个说实在的，怎么说呢，在学术界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吧。2个人相差30岁，你想想，这个李立明在召开学术会议的过程中间，对方岱宁院士进行发起这种性骚扰，性质非常严重，动机咱们不知道。首先这件事情啊，性质非常恶劣，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啊，北理工也紧急出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是吧？正在组织调查组对这件事情的调查。网民就很多人就开始说了，说这件事情啊，其实也好弄。是不是2个人你情我愿的，是女的攻击男的，又不是男的攻击女的，是不是？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时候可以这么做，比如说这个女的就出来说了，李立明就出来说了，哎呀，我冲勘成功啊，心里一激动，说就扑了上去，就给院士了一个拥抱和亲吻，是不是？其实我心里也没多想，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太激动了，给这个院士啊，还有师母啊，这个造成了这个困惑，非常愧疚。这方院士可以自己说了，他说我这个人呐，平时啊就没架子，太随和，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其实我跟他们之间的感情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瞧瞧，现在出事儿了，是吧？其实我跟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是吧？下次我要注意。啊，北理工也可以出来说，经过调查，2个人的感情啊，其实非常纯洁，没有任何其他的杂质，是吧？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给这2个人呢。鉴于对社会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给予口头警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这北理工事后会不会这么处理啊？我们不知道啊，咱们拭目以待啊。要我说，我对北理工的调查组有几个建议，就要调查什么，我给他们指条道。第一啊，我个人觉得这2个人呢，其实都有家室。这方岱宁院士啊，早年结婚之后呢，然后又离婚了。后来在清华期间，据说是他自己的一个博士后的妻子啊，离婚之后又嫁给了他。这件事情在清华还闹得沸沸扬扬，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方岱宁院士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这个李立明博士后啊，自己也结了婚，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后面的致谢部分还专门讲了，她和她自己的丈夫啊，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自己能够拿到博士学位，也感谢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支持和理解。所以，首先这2个人都是有家室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2个发生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啊，显然是在私德上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你肯定得调查，是吧？当然了，私德总体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私德侵犯的是谁的利益啊？侵犯的是方岱宁院士他自己家里的亲属的利益，对吧？还包括李立明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公众的利益其实跟这个私德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紧接着下面需要调查什么呢？就我刚才讲到了，这两个人其实在学术上并没有交集啊。这李立明的导师是李莹，李莹的导师才是方岱宁。按道理来讲，方岱宁够不到这个李立明，李立明也够不到方岱宁啊。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出现在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呢？这个学术会议啊，是个网上召开的，大家都是视频连线，所以这个方岱宁院士在什么地方，大家现在比较狐疑。从那背景上看啊，背景上有两个很厚的窗帘，所以有人猜这是在旅馆里，有可能方岱宁院士在出差，是吧？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有可能是在方岱宁的家里面。第三种可能性，有人说这是办公室，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啊，这就需要这个北理工的调查组去调查这个细节了。那如果是在旅馆里，显然是不合适，在家里也不合适。那两个人如果没有学术交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密闭空间呢？然后在这个视频之外，是不是？那当时在没有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两个人在做什么呢？是在做学术研讨吗？我们不知道。是在讨论其他问题吗？我们也不清楚啊。所以这些都需要调查组给予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头是不是存在着权色交易和利益交换。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有些人说啊，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关心的，因为你情我愿嘛。这个事情是女的是骚扰男的，又不是男的骚扰女的，是吧？这女生上去对那个院士又抱又亲又啃的，又并不是院士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直接又亲又啃，这是你能怨得上院士吗？人院士人家玉树临风，人有魅力啊。这女学生自己不检点，那你怨谁呀？是吧？事情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个假设，如果这方岱宁啊不是院士，是这个力学学院看大门的，这个李立明院士、李立明这个博士后啊，会不会对他又抱又亲又啃呢？如果他是个看大门的，他对他又亲又抱又啃，那是真爱情。但是如果他是个院士，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的院士，情况就复杂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李立明啊，他做博士后啊，他将来毕业出站之后有两个选择，最好的选择能留在北理工，对不对？北理工跟他自己那个研究所比起来，那当然要好得多了。但是他还留在这个北理工啊，说实在的非常难，因为他原先的学历不太行嘛，学校背景不太好嘛。现在在北京的高校里面啊，博士后出站之后，如果留校，基本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必须申请到青年学者基金。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这个科研基金分很多种，分很多种啊，重大面上还包括这个所谓的青年学者基金。青年学者基金呢，数额不是特别高，一般来说20万到30万之间，但是它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博士后，或者是你是博士，你申请到了青年学者基金，你基本上在北京的高校里，你毕业之后就可以留校，或者到其他的高校里去任教。所以这个青年学者基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敲门砖和垫脚石，那就不难理解了，对不对？对于方岱宁院士这样的人，他是他们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又是个院士，你想想，在这个业界的影响力，说实在的，要让哪一个学生，尤其是哪个女学生，可以拿一个青年学者基金的话，不是太大的难事儿。打个招呼，其实可能就过了，不够标准，可能也能拿一个青年学者基金。这两个人之间就有可能存在着利益交换，对吧？虽然是这个李立明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是李立明博士后主动骚扰方院士，但是完全有可能的是，李立明这个博士后希望通过靠近方院士来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是一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调查组啊，应该着重调查的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方院士主动接近这个李立明的博士后，两个人已经发展起来了亲密关系之后，才呈现出来了在直播镜头中间的这样一种卿卿我我、你亲我爱的场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呀。那种可能性的话，那也许方院士此前就曾经给这个李立明博士后啊有过一些许诺。总而言之，这里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着利益交换。
和所谓的权色交易的。大家不要认为腐败都发生在政府部门，其实不是这腐败无所不在任何有权利的人，你只要不受监督，都有可能腐败。而且腐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基本都是自愿的。你想想那些贪官，是不是他收钱的时候他是强迫那些人收的吗？不是多少人主动给他送钱呀，是不是？所以呢，很多贪官在这个法庭上痛哭流涕他说其实自己也是没办法天天给我送不但送钱呢，还送女人呢。然后我这个党章学的也不是特别的仔细，是不是？放松了对自己思想的管理，最后一不小心就滑向了腐败的深渊。其实对于高校来说也一样高校的这些院士院长校长所拥有的权利一点都不亚于我们的政府官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督，一个制度防范，说实在的，高校腐败起来不亚于政府官员。现在我们的院士已经有被抓起来的喽，对吧？大家都知道，中国能卫大学有一个院士就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其实院士的腐败也是存在的。要我说这件事情我讲过，其实我在原先的性骚扰的节目里讲过，说表面上看起来自愿的事情，其实背后未见得是真的自愿。为什么？因为没有权力的对等，就没有真正的自愿。在职场性骚扰的过程中间，也包括职场的恋情之间，也包括高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师生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都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老师和学生权力是高度不对等的，他可以掌握你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上司和下属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如果你不听话，你可能会被收拾；如果你获得了上司的好感，你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不是自愿，这种关系都不被允许。所以我们去看美国的大学里面就明确规定，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允许发生任何的肉体和亲密关系，不管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分辨不出来你这种自愿是纯粹是因为感情，还是因为你们彼此之间看中了对方的资源所进行的一种贿赂关系。学生有可能看中老师，有可能给予他的资源，老师有可能看中了学生的美色，想通过自己的权利获得这样的性利益，所以干脆一刀切，不允许在师生之间建立防火墙，不允许发生肉体关系，不允许发生亲密关系。只要发生肉体关系，只要发生亲密关系就违规，你就得辞职，甚至要承担法律代价。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伊利诺伊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有个香槟学院，是吧？伊利诺伊大学里头有一个香槟学院里头有个东亚艺术系，这个东亚艺术系有一个中国籍的教授，副教授叫徐刚。这个人前几年在美国出了名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也多少有点名气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徐刚就利用自己当老师的身份跟几十个中国籍的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弄得很大，因为这徐刚讲课的时候风度翩翩然后表面上还替女性说话，所以赢得了很多年轻女孩子和好感。这伊利诺伊大学是美国这个中国学生所占比例最多的学校之一，在校的学生中间有几千名中国学生。所以有源源不断的年轻的女孩子来到这个学校求学，这徐刚就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就在这里头寻找猎物。看到这些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就制造机会去接近，接近完了之后，就开始向对方表白，说自己特别喜欢她。其实他有家室他有孩子他在长达15年到20年的时间里头，利用自己老师的身份，跟几十个女孩子发生过不正当关系。还曾经让一个女孩子怀孕了，后来这事情闹大了，女孩子到他们家里头还威胁自杀，最后还被警察带走。最后呢，这女孩子在网上披露自己的事实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就站出来说，其实她当时也是徐刚的受害者。最后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有几个勇敢的女性就站起来对徐刚发起了诉讼，同时把伊利诺伊州大学也告上了法庭。因为我过去讲过，在防范职场性骚扰包括性暴力的过程中，雇主单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对学生进行了培训，有没有给予他们充分的告知，有没有设置所谓的必要的救助中心，这些都是雇主的责任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都有反性暴力中心，
反性暴力中心里面有24小时的热线电话，有提供医疗咨询、法律服务，也包括心理咨询的服务。大家都知道刘强东跟那个刘静瑶那个事情，刘静瑶和刘强东的事情的事发的第2天，就是别人带着刘静瑶到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反性暴力中心里面去。反性暴力中心的志愿者跟他一起去了学校，去了医院，在医院里采集了证据。这样的机构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头都有，但是我们反观中国的大学再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大学里头现在连老师和学生之间谈恋爱都没有明确形成一个刚性规定。我们很多大学里还把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师生恋当作是家谈，当作是这种所谓的风流韵事，把它当作是一个情色故事，没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避免利益交换过程中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就包括这个方岱宁院士啊，他的第2任妻子，其实有人跟我们讲，他的第2任妻子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博士生还是博士后的妻子。其实这种事情啊，如果发生在美国，估计方岱宁院士啊在清华他也待不下去了。但是因为是在中国，没有人认真计较，也没有人会把这事情当作违规的事情。所以他继续在清华当教授，后来还到了北大，在北大评上了院士。我们对于因为权力在高校中里面用权力或者用自己的权力换取所谓的性利益这个事情，在高校里头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漠然的，非常非常漠视的。更不用说，其实所谓的上司和下属之间，比如说一个上司和下属之间发生这样一种恋情和不正当的关系。更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美国麦当劳有一个高管，好像是2年前辞职了。这高管他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几个下属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被集团发现之后，就让他离职了。他离职的时候还拿了4000万美金的这个股票期权的收益嘛，因为他的工资很高。但他离职之后，麦当劳就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调查，发现跟他有不正当关系的一个女性啊，他还当时给了他好像几十万美金的特别的股票期权。由此麦当劳就认为他其实不仅仅违背了一个基本原则，还有利益输送，反过来就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还当时所有的4000万美金的这个当时的离职拿走的那个股票的那个期权收益。为什么？这就你你就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职场也好，在美国的高校也好，这种因为权力跟性之间这样一种模糊的界限是画得非常清晰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不可以，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可以，一旦违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反观我们中国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职场，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大学，有没有因为所谓的通过性去获得利益的防范机制呢？有没有制度防范通过权力来获得性利益的防范机制呢？没有啊。在高校里，这种现象为什么特别普遍？因为高校其实啊来的都是一些年轻学子，说白了就是年轻的女孩子源源不断嘛。但是那些院士也好啊，系主任也好，学术大拿也好啊，在这个业界里德高望重，有的时候是基于自己的学术魅力，有的时候是基于一种权力，有很多人愿意主动投怀送抱。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是学术腐败，这不是风流韵事，这也不是情色故事。我们经常说啊，我们对学术的尊重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我们对个人努力的尊重，是对个人天赋的尊重。如果要是知识可以通过性传播，那么学术的尊严何在啊？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足够性资源的人，其实就不公平。假如说一个女孩子姿色要是平常一些，或者说她自己更有原则一些，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姿色去换取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就不公平。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建立起来有效的防范性跟权力之间的交换，中国的学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方岱宁院士啊，说到底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启示就在如此。大家想一想，美丽力学最后论坛上的那个学生提的那句话吧，他们需要在学术之外，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呢？
可千万不要变成像李立明博士后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范本呐。提高自己跟院士的接近能力，通过性跟院士接近的能力，那可就糟了，那学术尊严可就是斯文扫地了。而我们中国力学会啊，一直非常重视对力学理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培养。在所有的方面啊，都给予一定的政策体现。